绵延盘亘的安第斯山脉，从北向南8900多千米，纵贯整个南美太平洋沿岸，几乎是喜马拉雅山脉4倍的长度，使它成为南美洲的脊梁。在几千年的光阴游走中，辉煌的印加文明在这里孕育。这一集，雷店长走进安第斯山脉，探寻冰洞下的木乃伊睡美人。现在雷店长呢，将独自一人呢，继续坐大巴呢，前往这个秘鲁南部地区啊。阿雷基帕，秘鲁的第2大城市。154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在曾经的印加帝国古城遗址上改建而成，周围环绕着多座属于安第斯山脉支脉的活火山。这座古城曾屡遭火山、地震破坏。城内大部分建筑都由白色的火山凝灰岩建造而成，白色之城就成为了这座高原古城的别称。嗨，大家好，我是冒险雷店长。此刻呢，我是在秘鲁的一个南部城市阿雷基帕。阿雷基帕呢是秘鲁南部的高原城市，海拔呢大约是2600米，人口约86万。阿雷基帕呢一度是西班牙总督殖民时期的经济重镇。秘鲁独立后呢，阿雷基帕呢它的重要性呢逐步的增加。在1835年至1883年呢，曾经作为秘鲁的首都。阿雷基帕呢这座城市呢，它毗邻米斯蒂火山。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白色的建筑。这些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用这个米斯蒂火山的火山石呢所搭建的。在我身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阿雷基帕的老城区的古老建筑。比如我身后这个教堂呢，就是这个阿雷基帕最有名的大教堂——阿雷基帕大教堂。这个教堂是在1540年呢由西班牙的统治将领修建的，它通体是白颜色，也是用这个白色的这个火山岩呢所搭建的，也可以说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呢给秘鲁呢留下来的文化瑰宝。现在雷店长呢就是在这个阿雷基帕的武器广场，这个武器广场呢它充满了这种巴洛克的风格啊，还有很多人在这边卖画啊。像这样的建筑啊，在这个欧洲建筑界里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完全这种白颜色，充满这种浪漫啊。其实如果说呢，在这个秘鲁境内呢，找一个最能代表殖民时期的这种文化特色的城市呢，那肯定就是阿雷基帕了，因为这个城市实在是非常的高颜值啊！正在表演这个传统的戏剧啊，这些穿裙子都是男人啊，从衣服上看呢，还真看不出来哈，这是他们当地的一种特色。仔细看是有区别的，男的是戴的这样的帽子啊，女人才戴那种白帽子。今天在拍什么节目？这个舞蹈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今天呢，我们看到他们跳这个舞蹈，没想到呢是跟着这个西班牙统治时期，他们这个舞蹈就有了。那至少呢，我算一下，488年前啊，它印加帝国灭亡的话，那么这个舞蹈至少也有400多年历史了。这个旗是什么旗？印加，means 印加。哦 ，yes。印加的旗帜啊，我们这边看到好多这样的旗帜。在无锡广场周围呢，全是这种警车，这边是个警察局。Hello, you buy motor come here?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hina. China. You're my boyfriend. Wow, beautiful and handsome. Neighbor people. 哦，你很好，这次。你好。他们都会。Sayonara is Japanese. I don't know nothing. You speak Chinese, yes? I love Chifa. Ah, you like Chifa? Es un placer conocer aquí a un ciudadano de la China, de Shanghái. 我见到你也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呢，我也是第一次来秘鲁，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热情的人们。Thank you. 这个女士要跟我合影啊，你是来旅游的吗？ Estoy aquí para visitar Arequipa, soy de Perú. 我觉得你很漂亮。Wow, thank you. Phone number, yes. El mío. Yes. Hello, I'm from China. I'm a YouTuber. 你们每天上多长时间的课？ OK, thank you. Bye, ciao. 8点钟上到下午2点钟就放学了，就回家了。秘鲁小朋友真幸福。啊，他要给我吃一个。这个冰淇淋是用什么做的？是你做的吗？你自己做的？我们来尝一下秘鲁的冰淇淋啊！我来个大冰淇淋啊 ！This 25 OK，25。由于这个秘鲁啊，假钱特别多，所以说我几乎
80%的情况下，到餐厅他们都要看一看啊，钱是真的假的。在秘鲁点了一个25索尔的这个冰淇淋啊，有橘子，有草莓，有香蕉，有很多东西。在这个秘鲁啊，雷探长也是吃了好多冰淇淋啊，但没想到这个冰淇淋是最大哦、最饱满的，上面放了一些巧克力的那种糖豆啊。我发现这边有家卖帽子的，我进来看看这个帽子什么样的啊。雷探长看到好多种帽子啊，但这些帽子跟我都不太一样，当地人戴的这种帽子，圆形小礼帽，是不是一看雷探长跟这个画风是格格不入啊 ？This hat your made? Your made? Your made 啊，哇，good，挺遮阳的啊，大了很多啊。这个灰帽子呢，小灰帽子，感觉也大。Así como estos en Argentina enseñan de lluvia. Ay, ¿cuál? Así como estos. 这是个他先给我选了个绿帽子。得出结论，他这帽子都是当地人戴的，不适合我戴。哇，大家看哦，这个孔帕尼亚大教堂哦，这个教堂在这个武器广场旁边哦，雕梁画栋的，画了很多的画儿，这也是典型的西班牙巴洛克风格啊。这个修道院的外墙，大家看啊，这每一砖每一瓦，它都是这个火山石造的啊，而且火山石上的每一个小坑都流露的那么自然啊。现在呢，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灯，一缕这夕阳啊，刚好从那个窗户打过来，所以说把整个教堂里面打的是金碧辉煌的。圣塔卡琳娜修道院也是这个阿雷基帕建筑上的瑰宝。据记载呢，在18世纪的时候呢，有300多名修女呢在这里一起修行。我徒步走进这座500年前的修道院，没想到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站在宽阔的中庭中，四周的墙壁从鲜红色变到蓝色，绿色的植物也在这里茁壮生长，相互交替映衬的各种颜色，给一墙之外的纯白色的阿雷基帕带来了些许灵动。现在雷探长呢登上了这个修道院的这个塔顶呢，来看看这个日落啊，阿雷基帕的日落，慢慢的进入了夜晚。夜晚的阿雷基帕呢显得异常的热闹。他们这边在玩一种街头的赌博，1块钱扔到5块钱的格子里面，也许就翻倍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玩法。夜里就开始摆摊儿，我看这边还有摆这种漫画七龙珠，日本漫画在这占据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啊。看一眼，你想学汉语是吗？啊，欧拉就是你好，你好，你好。他们学的还挺快啊。Hello， 这是什么呀？哇，这么大的玉米啊！8块钱一根玉米啊，这乱要价，这是。哇塞，这是我的指甲盖啊，这玉米粒超大。这个有点像是那个秘鲁版的那个2人转，演喜剧的啊，他们晚上在这边还要演喜剧。这就是他们的街头表演啊，夜里面的妖魔鬼怪都出来了。哎呦，大家听到了吗？这边的乐手正在演奏什么呢？演奏《圣斗士星矢》的这个音乐，好熟悉啊！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没听到过，居然在这听到了。科尔卡大峡谷就像用一把大刀在安第斯山脉上砍出了裂缝，它的深度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深2倍。我从阿雷基帕驱车大半天，才来到了被火山群包围的美洲最大峡谷。山谷间许多巨大的飞禽像小飞机似的滑翔，山崖绝壁和蓝色的天空衬托着它们高傲潇洒。这些就是被当地人崇拜的安第斯神鹰，因为在古印加人看来，就是他们作为神的使者，在每天清晨把太阳带到了天空。现在院长呢是在这个科尔卡的这个峡谷啊，在这个1亿年的变迁当中呢，这样的样貌呢也是越变得越瑰丽。像我正前方眺望呢，都是这个雄鹰在盘旋。安第斯雄鹰呢其实有很多啊，有的是神鸠啊，有的是这老鹰，有的是秃鹫。它们啊，通通有一个特点，就是体型特别庞大。它的双臂张开呢有130厘米，它是顺这个气流呢上升。一般那个雄性的神鸠呢，身上有一个肉瘤啊，一般雌性的呢。它呢是没有眼睫毛，
分的还是特别清楚的。它们一般的栖息在海拔3000米到5000米的这个山区。现在我们这个海拔呢是3762米，又飞来一只啊！这些雄鹰啊，真的是很漂亮啊，很幸福啊，因为它们几个还有这个比翼齐飞的啊，设备好先进呀！这安第斯山脉上呢有很多这样的常驻的这个仙人掌啊，这种仙人掌呢叫做五轮柱啊，专门有这么一个学科啊。这种仙人掌呢，它的个头特别大，甚至3米的都有。这边居然有人扮演成这个印第安的这个神鸠啊！最关键，这个人还自带这个 BGM， 他肚子里面还有这个音乐啊！小龙女看到这些神雕，已经气得从那个古墓里面又出来了。From where? I'm from China. China. You from? We are Turkish. Turkish. Yeah. What do you think here? Yeah, it's beautiful. We love it. The birds. When the bird pass by, everybody's like holding his breath, like. Wow. Yeah, impressive. Yeah. It's impressive. Yeah. Yeah. 来自土耳其的这个朋友啊 ，Chinese people think Turkish girl is beautiful. Thank you, Shishin. 谢谢。 From France, Fago. 法国哦，法国。对。You learning Chinese? Yeah, but my Chinese is very low, very poor. Wonderful. Yeah, I lived in Beijing for 3 years and then Shanghai for 1 year and a half. You like China? Yeah, I like China. Yeah, China is amazing. 我喜欢中国。啊，你喜欢中国啊 Okay, see you after. OK，Thank you。它上纹的是中国字啊。进阶。你是来旅游的吗？Sí, 是。我来自中国的上海。 soy de Perú. 在秘鲁什么工作最有钱？ La minería. 矿业。哇，最赚钱的是矿，怪不得有人好多路上有人向我卖石头。其实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有很多秘鲁人在问我买不买他的矿石。对。他老婆都笑了。 Hay muchos chinos que vienen a comprar el mineral. Yo también soy minero. 你也是矿工。哇，我看看他的照片，他也是矿工。我们工人有力量。在秘鲁什么地方的矿最多？纳斯卡、普诺、安塔米纳。哇，原来这边是一个温泉哦。你如果想泡温泉，就在这边泡啊，开放式的一个温泉。现在梁讲师来到了这个安第斯山脉下的一个小村子，叫做奇瓦伊啊。这个白色教堂呢，也是这个镇子呢很著名的一个代表。是，你看这位圣母都已经穿上了这个当地印第安人的服装了，戴着这种白色的这种圆帽。欧拉，您今年多少岁了60 años. 在这个地方看病要花钱吗？ Sí hay. Sí. Médico en el hospital. Sí, bonitas. 哇，这边有很多好看的。哇，但是像一个兵马俑。This how much? This cuánto? 15 soles. 10 y 5. It's 10 OK. 啊 Ya. 10 OK. Ya. 哦，10比索也行啊，那就拿一个吧。这给你啊。瞧。村里溜里的就戴了这么个帽子回来了。 No lemon with this fruit. This name? Yeah, sancayo is the name. Sancayo. 这东西好酸呀，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像仙人掌一样。这就是仙人掌球啊，也是用来吃的。uno 啊，这个绳子还挺好的。可是这条绳子用来做什么呢？难道这条绳子我用来绑照相机吗？因为照相机现在没绳子，老鹰都上头了。这边的这个安第斯的神鹰，到处都是那个妇女抱着羊驼找你拍照的，抱着小羊驼的。秘鲁拥有全世界90%的羊驼，安第斯山脉的先民早在6000年前就开始驯养。这种拥有长长脖子又毛茸茸的动物，一直是安第斯地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羊驼毛可以纺织成抵御高原寒冬的服饰，羊驼肉也是重要的肉制品来源，就连它们的骨头、皮革、粪便也能被制成乐器、皮鞋、肥料，可以说它们就是会走路的黄金。这边也是有很多可爱的羊驼啊，跟主人在这玩得很开心哈。这些羊驼真的是特别可爱，它们眼睛特别大，大的眼睛啊，我真要跟它亲一亲。这个羊驼我抱了一下，我发现啊，就是特别的轻啊，不是那种死沉的那种动物啊，是那种轻轻的、轻飘飘的那种动物啊。它只是外面那层毛特别的，看着挺蓬松的，它其实里面呢就是很轻的小动物。这两只羊还挺可爱的啊，这么乖，这么可爱啊，戴这种花的帽子啊，
你好啊，这只羊几岁Un mes. ？1个月啊。羊驼容易养吗？ Sí, son fáciles de crear, pero un poquito de cuidado. 我把我的钢镚都给他们了。现在县长呢，终于来到了这个羊驼博物馆，这里面养了各种各样的羊驼。我发现这些食草类动物的这个属性都很像啊。那只羊驼乖乖地一直在那儿躺着啊。哇，这全都是羊驼绒啊！哇，好轻呀，用它来做任何东西都一定是很舒服。据统计，秘鲁安第斯地区有超过15万户家庭以羊驼以及羊驼制品为生。一只羊驼一年可以剪下约15公斤毛。羊驼毛的保暖度是绵羊毛的7倍，又比绵羊毛更加轻薄，成为国际公认的高级毛料。仅今年上半年，秘鲁羊驼毛出口额就高达9100万美元。可以说，毛茸茸的羊驼就是秘鲁最会赚钱的动物。大家看现在这种方式完全是那个印加人以前的织布方式织布你织了多长时间8 añitos, niña. 哇，真的好厉害8岁就开始织布了。以前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织的吗？ Sí. Sí. Está llegando. Yeah. Estoy tapando. OK。他说这个太阳现在太晒了，所以他们得要休息一会儿。这么多的这个羊驼绒呢，有什么灰的、黑的、棕的、深色的、黑的，还有这种奶奶灰似的，最终都是要通过那个大染缸的把它染成这个五颜六色的颜色说明2000年前呢，印加帝国人们就开始穿毛衣了，他们那个泵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织出来的。现在连县长呢来看看这个羊驼绒做的一些衣服它这有各种各样羊驼的制品，这些都是羊驼做的吗？ Ah, sí. Alpaca? Sí. Este es el pelo de la alpaca. Alpaca Sí. Alpaca huacaya, alpaca suri. Una baby alpaca suri. Baby alpaca 用手来触摸一下，哇，这个非常柔。Es alpaca. Alpaca 哇，这个 baby 的最柔，这种呢是比街边卖的那种要漂亮一点街边卖的那种都是特别的简单This is how much? 169. 69. Yeah, 100%. Baby alpaca 就是小羊驼做的100%的买了个小围巾戴在了身上。雷县长继续深入科尔卡大峡谷，见惯了白白的羊驼，竟然在茫茫的高原上看见了一匹体态轻盈、灵活的精灵。询问一下才知道，这是野生骆马，是羊驼被驯化前的祖先。它们拥有高挑的四肢和修长的脖子，骆马毛质地极细，非常昂贵，每3年才能从野外捕捉剪一次毛，成为众多奢侈品品牌的毛料来源。秘鲁国徽上的动物就是这些骆马，它们和羊驼一样，用极其小巧、不失坚强的脊梁，见证了众多安第斯文明的诞生、崛起和落幕。当地这个小朋友呢，正在表演当地这个民间的舞蹈。This local dance name is the Huititiloc dance. 帽子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帽子。你今年多少岁11. 11岁了。Good。你学习好吗？ Sí. 可以。哇，really。对。将来你的梦想是什么？你不知道，来，我们来问问你，你想做什么？你先走了。Police。他要做警察，我听懂了。哇，这个小孩要做警察，要police officer。It's good job。无论高山、田间还是城市，有秘鲁人的地方就有热情的舞蹈。我刚来到科尔卡峡谷的小村子，就循声见到一群跳着维蒂蒂舞的孩子。穿戴着鲜艳的安第斯风格的服装和帽子，仔细辨认才发现，男孩也可以穿女孩的衣服。相传科尔卡峡谷中的部落为争夺水源，经常发生冲突。为了麻痹对方，以前的小伙子会穿上女孩的长裙，深入敌营，成为一种军事上的障眼法。几千年来，安第斯山脉的先民创造了传承至今的文明。就如我刚才在峡谷中见到的一对父子，孩子牵着老人慢慢上山，慢慢行走，缓缓但却幸福坚定。大家看我身后这个火山呢，就是米斯特火山，安第斯山脉10大火山之一，它的高度是5822米。在1988年呢，这个考古队员呢在这个山上呢发现了6具木乃伊。为什么会有木乃伊呢？
当时呢，人们崇尚祭祀火山，他们希望这个火山不要再喷发了，涂炭生明。所以说呢，他们就用一些童男童女来到这个山上去祭祀，他们就冻死在山上，形成了木乃伊。至今呢，很多木乃伊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最早的2000年的历史了。在科尔卡大峡谷走了一圈的我，发现无论是徒步还是飞起无人机，远处的米斯特火山为代表的火山群总是会闯入我的眼帘。虽然如今它们并不是频繁活动的时期，但可以想象曾经它们发起火来有多么恐怖。古代印加人认为火山爆发、地震等灾害是触怒山神导致的后果，他们深信唯有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活人祭祀，才能安抚神灵，帮助族人远离灾难。1995年，人们在攀登火山顶时发现一具女性木乃伊，因为低温，她的皮肤除了变色之外几乎完美无瑕。起名胡安妮塔的她，就用自己的生命安抚着火山众神。走在安第斯山脉，我回首往事，突然想起《功夫熊猫》里的一句话：你患得患失，太在意从前，又太担心将来。有句话说得好，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是天赐的礼物。像珍惜礼物那样珍惜今天，所以今天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告别了安第斯山脉，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